注意看，这条鲤鱼竟然不停地撞击棺材。旁边的众人看见后目瞪口呆，原来这竟然是传说中的鲤鱼撞棺穴。传闻只要将祖先葬在这里，就能庇佑后世子孙发大财，同时也会让双击屏幕并留言顺风顺水的贵人，未来下半年都能财源滚滚的翻身发大财。原来李家的老夫人为了自己的后世子孙不愁吃穿，于是特意请来道士帮他改运。经过道士的一顿摸索，他最终在山顶上找到了一块风水宝穴，此穴名为鲤鱼撞棺穴。只要将李家的祖坟迁到此处，就能庇佑子孙代代兴旺。老夫人听后高兴坏了，连忙让下人拿来250两白银递给道士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当天夜里，道士就开始做法，将李家的祖坟迁到了宝穴。只见2条鲤鱼不断的撞击棺材，这代表着仪式已经完成。然而道士此举有违天道，随着宝穴被开，一道金光直接照瞎了他的眼睛。老夫人见状，赶忙带着他前去医馆。道士为了李家做出如此大的牺牲，让老夫人感到很过意不去，于是决定让道士留在李家，好生照顾他的后半生。为了帮道士消灾解难，老夫人决定要施粥1个月，可这却引得儿媳妇美玉的不爽。美玉为人尖酸刻薄，她觉得施粥给那些穷人就是在浪费钱，于是背地里让厨子在米粥里面多加些水稀释，以此来节约成本。前来讨粥的老乞丐发现碗里只有3粒米，当即觉得李家是在骗人。美玉担心事情败露，于是故意将滚烫的粥泼在了乞丐的手上，乞丐被烫得嗷嗷大叫。老夫人见状，连忙带着乞丐找到郎中包扎伤口，并让儿媳美玉给乞丐一笔钱作为赔偿。然而等老夫人走后，美玉却翻脸不认账，非但不给乞丐赔偿，反而还把他给臭骂了一顿。而这一切刚好被路过的道士听见，道士就将此事告诉老夫人。老夫人随后便找到儿媳妇对质，怎料美玉却咬死不承认，最终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然而这天道士无意间发现，伺候他的丫鬟春花竟然怀孕了。在道士的再三追问下，春花这才说出实情，表示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李家大少爷李家明的。结果这一消息刚好被门外的美玉听见，得知丈夫竟然背叛自己，她先是逼迫春花喝下堕胎药，随后又找来丈夫，让其对着春花一顿毒打。家明惧怕美玉这个母老虎，最后竟然狠心的将春花活活打死。道士将这件事告知了老夫人，并警告她，如果此事处理不好，那么李家定会遭到报应。于是老夫人便叫来美玉问话，怎料恶毒的美玉竟然将婆婆推进了水里，夫妻俩接连害死2条人命。道士决定要替天行道，他再次来到李家祖坟，施法破坏了宝穴的风水。随着一股白烟升起，2条鲤鱼径直飞离了祖坟。下一秒，道士的双眼竟然重见光明，没了宝穴的庇佑，恶贯满盈的夫妻也即将迎来报应。